名士兵才能对付的狼人，此刻却聚集了整整30只，仅6人的侦察队必死无疑。刚才分明就没有魔物的气息，安德猜测是那个魔法师做的。虽然他决心不再死命挣扎，但也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。狼人的攻击线由四处而来，没有一点规律。安德急于1点的视野太窄，完全无法应对，必须先想办法拓宽视野。虽然已经轮回了很多次，但看着队员们一个个凄惨死去，安德依旧很痛苦。这些狼人甚至拥有智力，可以挥动拳头，跟其他魔物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。眼前似乎就是狼群的王，在他的疯狂撕咬下，安德很快便失去意识。这次面临的3堵墙都无比的高，只要轮回就会反复看到那种场景。木眼戏谑着问安德：“这样还觉得开心吗？”安德确实没那么开心，所以就更没理由一蹶不振了。即便3条路都被堵住，他也要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在狗洞如此狭窄的地方被包围，必死无疑。最好的办法是一开始就不被包围。安德尝试凭借六感找出敌人埋伏的位置，可直到灰狗部队出现前，安德都没能感知到任何东西。这里极有可能也有魔法。因此，当面对魔法师时，安德直接夸赞狗洞里的魔法很不错嘛。莱莎没想到这都被发现了，劳兹队长是怎么办事的？每个今天安德都会练习绣刀，狗洞里的灰狗部队避无可避，狼人也是一样，都是以少敌多的战斗。安德必须想办法弥补这种差距，不能着急，这是难得可以尽情做实战练习的机会，可以提升实力的时间，安德一刻都不会浪费。梦魇奇怪，他打算玩到什么时候？如果不想永远留在今天，最好尽快找一堵墙跨越。然而反复过很多次后，安德切实地感受到了这3条路都是很好的墙壁，只选一条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可惜。刚睡醒的格莱姆看到早已在训练的安德，如今他已经能灵活使用绣刀。格莱姆不免感到惊讶，毕竟他昨天还那么生疏。实际上，安德在30天前就掌握了绣刀，目前积累的实力已经足够，这是第79次，现在该跨越墙壁去往明天了。距离出发去狗洞还有一段时间，安德请侦察队员帮自己做个口袋，只需够挂在手腕上的大小即可。菲恩的鞋子构造似乎与众不同，他在里面加了一层布，可以让脚步声变轻。安德提议大家都把鞋改造一下吧，如今他的脚步声接近于无。菲恩还以为他也做过游骑兵，这当然归功于每个今天的反复练习。如果想在狗洞活下来，至少要在被包围前留出喘息空间，得提前找到黑暗中敌人的埋伏痕迹。虽然那很不容易，但菲恩可是专家。安德突然问，如果狗洞里有敌人埋伏怎么办？要是前后都被堵住了，我们有其他的路可以逃吗？格莱姆疑惑，今天安德怎么这么多问题？这可不像他。安德继续问，如果前面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等着我们，那我们不就必死无疑了吗？菲恩有些不满，安德要是怂了，不如直接离开，总比这样说些晦气话要强。安德郑重道，我是说，我们应该小心一些。如果想让同伴们按照安德的想法行动，以他们的职位，安德不可能像在高草人时一样使用武力。想要进行说服，过去在疗养营时，克朗展现出的那种压迫感最好，将自己想要的东西通过强烈的意志来传达的气势，比起安德说上100句忠告，还是那股气势更加有力。菲恩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些松懈。小队的氛围变了，如果菲恩开始集中去感知周围，就能察觉到故意擦出脚印的痕迹。这种情况很不对劲，菲恩立刻下令掉头，得先保障退路。总是挡住小队退路的弩弓部队，此刻终于成功避开。然而安德还得继续行动。黑暗中突然传出紧急军令，劳兹队长有新的指令。菲恩和格莱姆惊讶那个疯子在干什么？突然出现的军令使弩弓部队摸不着头脑，这就是安德想要的效果。现在该开始跨越了。劳兹是通过莱莎知道的敌军队长名字，在黑暗中很难确认长相和服装。敌军听到劳兹的名字会下意识认为来人是友军，当然距离近到一定程度就会被识破，但那时已经晚了。最前方的弩弓队长大吼是入侵者，他刚想下令开弓，就被安德一把抓到身前，于是急忙让队员们先别开弓。安德开始大喊大叫挑衅敌军，你们这些阿兹本的废物，连我一个都解决不掉吗？菲恩本想感知周围是否还有其他敌人，却被安德不断的胡言乱语吵得恼火。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，黑暗、骚乱、胡话，这些东西全都可以成为帮助藏身的道具。菲恩暗赞安德简直是天才，刚才他就用挑衅误导敌军只有自己一人，如今面对黑暗中突然出现的入侵者，敌军根本就反应不过来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弩弓队长直接被队员射死，安德无法再拖延时间，不过已经足够了。大刀快速清理挡路的敌军，3人必须得往出口跑。由劳兹带领的灰狗主部队就在身后。安德突然大吼：“我来传达魔法师莱莎的命令！”劳兹顿时一愣，安德趁机怒吼：“快逃！”意识到被戏耍的劳兹立刻下令追击。灰狗部队不会轻易放过入侵者。贝恩飞速思考往哪跑能甩掉他们，西边还是悬崖？安德却呼喊：“快是露营地！”没时间管为什么，菲恩果断转头狂奔。太阳即将落山，安德得把那些家伙叫出来。安里说过，哈尼克流域散落的很多土黄色扁石头下面有毒蛇，所以很危险。安德要利用这一点，猛地将目标石头撬飞。虽然石头很容易应对，但毒蛇可非常难缠。一时间，灰狗部队刺耳的惨叫声不断。菲恩大惊失色，这里可不能吵吵闹闹。安德正是知道这一点，那些敏感的家伙不可能听不到这里的声音。月亮逐渐升起，
黑夜是属于魔物们的时间，对他们来说，对象是谁并不重要，魔物想要的只是血与肉罢了。安德让菲恩和格莱姆找机会溜掉，眼看他们还不愿抛弃同伴，安德怒吼：“我有自己的计划，你们只会妨碍到我。”既然入侵者分开跑，劳兹当即调动兵力一起追。现在灰狗部队和狼人聚到了一起，那安德就可以让他们自相残杀。这里是分水岭，他要让双方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，需要的是足以让敌人失去理性的杀气。劳兹和狼王的目光都被吸引，安德果然成了优先攻击目标。灰狗部队和狼群同时发起突袭，这种时候他们根本分不清敌我，只会形成一场混战。菲恩和格莱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安德独自一人在敌人之间，他怎么那么能躲？爆发杀气的安德不可避免会遭到攻击，视线无法到达之处，他就用感觉最大限度的使用急于一点，瞬间的判断力很重要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失误都有可能招致死亡。安德不会再让那种事发生。劳兹队长正在指挥灰狗部队列阵，一旦列阵，狼人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安德为了达成目的，必须捣乱。在过去的今天中，安德偶然发现了一个事实：灰狗部队的士兵们都称呼队长为不会脱下头盔的劳兹。既然有这个称号，就必有缘由。安德很快找到了这个缘由，灰狗士兵们这才知道，原来队长是个大光头。安德直言，光头不是件可耻的事情。感到羞耻的劳兹会失去理智。此时，安德大吼着问他：“是送自己的头发上天堂了吗？快展示一下自己的不毛之地啊！”可劳兹才不会因为这种挑衅就失去理智。就在这时，安德撩起头发。菲恩和格莱姆满脸问号，劳兹果然被激怒，是要让这放肆的家伙死无全尸。安德奉陪到底。狼王看准时机，将劳兹一击毙命。这是个狡猾的家伙，填了完就藏身于混战中，继续伺机偷袭。狼王是比劳兹还要难搞的对手，不仅拥有魔物的力量，还有超高的智力，导致安德重复了好几次今天。现在是时候结束掉一切了。其他人根本不敢去攻击安德，这是正确的选择，毕竟实力差距太大了。菲恩和格莱姆呼喊安德快出来，被狼人牵制的士兵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。菲恩忍不住问安德：“这些情况都在你的预料之中吗？”安德把这一切归功于运气。格莱姆很惊讶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，又是怎么知道敌军队长名字的？安德无法给他们明说。比起这个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任务还没有结束，该去翻越城墙了。魔法师莱莎是最后一堵墙。菲恩不免感到奇怪，安德原本就是个游骑兵嘛，怎么爬墙爬得这么丝滑？虽然因为魔法师，安德还是发挥不了六感，但他大概知道敌人会在哪。在重复的无数次今天里，魔法师从来没换过位置。安德示意另外两人等等，他要先进行袭击。莱莎没想到能有入侵者在这，他明明派了灰狗部队埋伏。安德已经有了对付魔法师的经验，应对跟毛一样粗壮的藤蔓就闪身躲开，像鞭子一样纤细的藤蔓则直接斩断。菲恩意识到他们贸然插手只会妨碍到安德。阿兹本的增援士兵正在赶来，菲恩和格莱姆需挡住他们。莱莎非常恼怒，不过是些耍贱的家伙，居然敢跟他这高贵的魔法师作对。对抗莱莎的办法，安德在上一次就已经参悟。魔法师也是人类，完全可以用剑砍死。安德事先准备了能让他露出破绽的东西。两人间的距离迅速被拉近，这是安德受袖刀启发准备的杀手锏。失败了剑之后，安德还剩下不少魔法道具，他没有全部卖掉，总觉得有地方能用到，如今终于派上用场。魔法道具被用哨刀的方式射出，耀眼的光芒瞬间席卷全场。不远处的菲恩和格莱姆都被刺得睁不开眼，14城内的平民也纷纷被吸引目光。身处光芒终点的莱莎捂住双眼，哀嚎出声，这是不可错过的绝佳机会。安德果断挥剑将莱莎腰斩，当他放松下来，就明白了一件事：不一定非要选择某一条路来走。既然三者都是极为优秀的墙壁，那安德便利用这3条路创造出今天。用最难的方式，最大限度的提升实力。看见光亮的敌军马上就会涌过来，三人必须先离开这里。很快，阿兹本的士兵便展开全城搜查。菲恩已经来到最后跟小猫取得联系的位置，这里只剩被袭击的痕迹，小猫的间谍身份还是被发现了。看到这里的情况，菲恩确定小猫早已死亡。这次作战本身就是在阿兹本的陷阱之中。假小猫故意说自己手握重要情报，就是为了引诱那乌离军至十字城。他们居然被阿兹本军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事已至此，活着回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十字城现在戒备森严，得先想办法转移敌人的视线。安德倒是有个经过验证的办法。不久后，贫民区多处燃起熊熊大火。因为做过太多次，安德也有了些要领。这样下去，他可能在成为骑士前先成为纵火犯。回去后要多做一些剑术训练了。借夜色掩护，三人迅速朝着少城转移。这些情况被汇报上去，阿兹本提前准备的陷阱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攻破，这实在是当头一棒。原本的计划很完美，在双方正式开战前，将大屋里的间谍和游骑兵全都杀掉，挫挫他们的锐气。不过没关系，还剩下很多办法。阿兹本的天才战略家阿布奈尔即将开始下一个计划。
菲恩和格莱姆都已筋疲力尽，安德却抖擞着问格莱姆等下船再对练一次如何。格莱姆怒斥：“你这个疯子，想都别想！”即使安德用美男计想再来几把，菲恩也绝不会跟他这训练狂魔对练。兵营大门处正有个光头哀求着要见疯子小队，安德让另外2人先回去复命吧，这光头是他熟人。吉宾慌忙说明克拉伊斯大人很危险。蛙人又出现了，当时吃下吉宾工会的时候，吉宾就说过每年春天阿兹本都会派蛙人来查看工会的情况。就因为马上就要出征，克拉伊斯早早出门准备，他已经有1周没有回兵营，上面的人托他的福可以更便利的获得物资，所以几天不在队也没关系。3天前吉宾传来报告，旅馆的主人看见疑似阿兹本间谍的人，克拉伊斯让底下的人去确认一下，真是间谍就处理掉。目前吉宾工会自诩夜半警卫队，负责少城常备军无暇顾及的暗巷治安，多亏于此，工会的口碑好了很多，所有居民都相当于克拉伊斯的耳目。只要继续这样扩张势力，工会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。克拉伊斯自信能在半年内完美掌控暗巷。但很快不速之客就出现，工会门口的守卫被一击放倒。蛙人出乎预料来得早，吉林工会是克拉伊斯暗地里掌控的。安德在汇报中说的是已将盗窃工会全员歼灭，所以没有办法向军队求援。蛙人没有直接把守卫杀死，克拉伊斯判断应该还有对话的余地，于是微笑着请蛙人来这边坐吧。这反应倒是让蛙人感到新鲜。人类总是要挨打才能听话，这是蛙人一贯的主张。克拉伊斯微笑道：“即便您不打我，我也会有问必答呢。”蛙人想知道原本的会长去哪了，怎么换成了你这将种？克拉伊斯直言是被少城常备军杀死的。眼看蛙人还追问是谁杀的，克拉伊斯谎称是名为拉格纳的士兵干的。蛙人当即命令光头去把拉格纳带来。克拉伊斯意味深长地补充：“去把我们真正的工会长带来。”结果吉林没想到疯子小队已经被抽调为先遣队，提前出发了。安德看克拉伊斯也是动了点脑子，不过让吉宾带去能杀掉蛙人的队员失败了。安德也不知道那群为他命令侍从的家伙这次怎么会那么听话。时间已经过去3天，安德向吉宾确认好克拉伊斯没死，也没有遭受严刑拷打。现在的安德实力已经不能跟过去同日而语。那么他很好奇，如果对战蛙人会怎样呢？以前的他只能无力的挨打，但如果是现在，安德觉得可以一搏。准确来说，是他很想跟蛙人打一场，想试试自己的力量。恢复在14城的疲劳，1天足矣。安德让吉宾转告蛙人，拉格纳明天会去找他。从对方的态度中可以看出，即使再拖延1天也没事。这次找来的蛙人在故意用人质试探安德的态度，与普遍单纯无知的蛙人不同。安德先进行复命，是休整一番，他会在2天后与先遣队会合，以防跟蛙人对战时死掉再挑战的情况。安德要让身体恢复成全胜状态，吃干净的食物，当然锻炼也少不了。还有因为没能全部回收，所以哨刀就只剩2把，应该有渠道再买入一些。埃斯特突然叫了2声，安德看他这段时间自己待着，应该很无聊吧？想一起去的话，也只能在旁边观战哦。因为安德很期待可以再次和蛙人1对1的瞬间。蛙人也觉得自己已经等了够久的，今天那个拉格纳可一定要遵守诺言出现。克拉伊斯笑着地上新鲜抽饮，蛙人看他倒是挺懂事，杀掉还怪可惜的。克拉伊斯心中祈祷，队里快随便来个人吧，除了队长，不然我感觉要死了啊。